我最近有一个法国的朋友回来，他是唯一的在欧洲的大学里做行政高层的亚洲人啊，或者说华人了哈。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欧洲的年轻人觉得明天不会更好了？哎，他说90年代以后，他90年代以后，欧洲的青年人觉得。他不会想世界20年以后会不会更好，但是他会讲，我不会像我父母这样生活了，我不能像他们这样的房子，他们不是发财的人，我懂，不是做生意的人，他们可能也是做一个专业，读了大学出来，到他们50、60岁的时候，他们一般来说有2个房子，在市区有一个，在郊外有一个等等。可是年轻的现在的20、30岁的青年人觉得，我到老的时候得不到这么个情况，我也没有这个奢侈可以把其中的一栋房子交给我的子女，你2个儿子等着你，你想想看，你比你的父母生活的要好，但是你想想看，你怎么将来小孩能期望像你们这样生活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哎，这是一个。又廷，我就问你，你看啊，咱们的孩子，不是你跟铁人的，哎，我就说，哎不，咱们不是你跟铁人的这个孩子这么可爱，7岁、5岁，对，当然咱先别说北欧这个条件，假如说是在中国啊，那么人家看铁人工作也挺好的，挣钱也挺多的，你们也有房产，你们也有积蓄，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了。他挣的钱只能让他过一个，比如说比较一般的生活。那么，比如说他想进一步追求理想，想接着上学，或者哪怕就是想飘那么几年，哪怕到了30岁，但是你们明明又供得起他，你们供吗？供啊，供。刚才子东老师说，我不见得留一个房子给我儿子，对不对？的确，我也跟铁人讨论过，就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的父母说，哦，给你一个房子，但是呢。我要给他有选择的机会。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说我今天说我要个房子，我可能给不了。但你如果跟我讲说这个钱少一点点，我想出国念书，或者是我想要飘个几年，只要你不在家，我就希望我现在开始的努力是希望可以让你有选择的机会。他照理说应该自己创造这个机会，对吧？你自己供你自己啊，或什么。但我觉得，所以我刚才说，啃老。某部分你依照你本来的基础往上再建造，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事情。但是你说完全依附在这里面，那我觉得这不可以。就是他如果说回来当照顾我，我不要。我有了小孩以后，我念了心理学。有了小孩念心理学，心理出问题了，有了小孩是吧？因为你知道我超怕我有一天，因为父母是这样对吧？这个爱很浓厚，可是你却有没有想好，给这么多的爱，有一天是要让他走的，对吧？而且他最好头也不回，就像展翅高飞的鸟，对吧？就像你当年离开我们，对，就不回头不眷恋，这才是成功的教育，是吧？那你想这个割舍一定痛的吧？我不希望用我的眼泪或我的到时候的心理的不健全，然后呢让他觉得有愧疚感，说我不应该离走，我不应该飞走，我不应该去那么远，我应该要一直回家看看。没有啊，我的感觉就是我要把我自己独立好，然后呢，让你飞得很舒服，是吧？所以这我说我念的心理学。那你如果要回来看，那我就刚才我说的，没有金钱的问题，就是纯粹就是要有个很干净的关系。你是真心觉得我们这个家有带给你精神上的快乐跟精神上的支持，你想回来，那我们绝对欢迎。他如果不想工作呢？你会一直支持他吗？所以我们现在要培养的价值观就是，你知道我住到27岁我才离开去香港，住这之前我不觉得一个女孩子在家里面住到27岁有什么问题，我又没有结婚。可是我到了香港，我到了现在到国外，人家听到我27岁以前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可置信，说怎么住这么久啊？27岁我还不是21、22岁是吧？然后我就说这有什么问题？在亚洲很正常。他们说，但是如果你不离开，就是鸟不飞出巢，你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不知道自身的实力。也就是说，这些在家里的孩子他很舒服，然后爸妈就各取所需嘛，对吧？可是我觉得你会忘记你自己的能力，你会没有试炼的机会。
你有能力了，你其实才敢有下一个家。这是我还头一次和一个女孩就是7年没见到，而且她在另一个北欧那么一个地方，其实离你们也没有很远，我们飞9小时就到了。然后突然间就又出现在我眼前，而且呢，好像又没有变啊，真的没有显老哎。你也没有生了5个孩子，你说2个啊2个，开玩笑，就强悍，同意，对不对？不是，就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怎么我告诉你一个字，爱嘛。你们好久没见佑廷是吧？我每天见，偷看他的社交平台啊，我就知道，包围着爱啊，被爱包围着，看得我牙痒痒。你看那个小孩啦、家人啦，对不对？而且还有外面的，对不对？外面就是他打球嘛，你看他真的活在爱里面啊。他打球是活在谁的爱里呢？自己爱自己的爱里。对啊，那种活力。对啊，因为芬兰就是一个。他们不是说很社恐吗？所以我觉得刚开始是有点半强迫。你知道我所有香港的朋友都下赌注，就是看朱佑廷可以忍多久。那因为那边没人跟我说话，然后我又离开工作，他们就觉得铁人后来跟我讲啊，他说很多朋友都偷偷跟他讲说，我觉得 Ivy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朱佑廷一定很快就跟你哭着说要回来，所以大家都在下赌说朱佑廷可以待多久。结果我待很久，我待了6年多。然后那个地方刚开始的确就是有一种，是不是铁人想回来了？铁人说我软。你别说，他上礼拜2个礼拜前才来上海，然后他回去跟我讲说，其实上海很好。没错，海外游子归来吧。你今天也是万里来归，真的，对不对？徐老师这个文学教授谈谈感想，跟咱们佑廷。不，我想他是一个活广告，很多人啊，30多。在犹豫要不要做母亲，有很多女的出色的女的，对不对？他们担心一有了小孩呢，自己的生活就全变了，人也会变了。那个佑廷就显示了说不用担心，真的，对不对？哎呀，你说出来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原来佑廷的美给咱们的感觉是一种少女的美，对吧？那也要等7年了，还是美少女战士，还是美少女战士，对，就如果圆桌第2季找我，可能不是这个状态啊。没有，佑廷会不会跟在不同的社会当母亲啊有不一样？我在想象中的芬兰，一般前好几年都谈芬兰教育嘛，用爱的教育，还有独立小孩的独立。所以你在那边当母亲，你不需要在其他地方当母亲哈，一天3餐要打点啊，要每1分钟都要控制的小孩啊，所以你就能够有时间精力保养自己。对，就是整个社会呢，让我觉得当母亲最大。就是一切呢都帮着妈妈想嘛，包括我一到北欧，我就有零用钱可以领啊，政府就发零用钱给我，是吧？所以我一去，我生了孩子我就赚钱了。每个母亲都发，每个母亲都发。是因为你是母亲，还是因为你新进入那个社会？我是母亲。我是因为母亲，如果我生2个，有2个孩子的零用金，1个有1个的，然后当然他规定的非常细啦，包括我孩子到几岁他会换那个价钱，然后呢，你如果进到幼儿园了，他又会另外一个，他就会减少你的零用金等等，就看。然后有些如果是在芬兰的女性，她是有工作的，那如果她回到就收，我们有140多天的产假嘛，那你这140多天里面，其实你可以领70%的薪水。很好啊，哎呦！但是你知道，芬兰还是负成长，税很高，但还是负成长，就人们还是不愿意生孩子，还是不生。那芬兰的问题就在于，这里有老人家可以帮忙带小孩，芬兰没有帮手。对呀，这个是很多人在欧洲啊，在美国生小孩的一个最大的顾虑，就是因为中国它有这香港人工人姐姐嘛，对不对？香港工人姐姐，那没有工人，你这小孩怎么办呢？自己带啊。就真的是自己带，因为你不工作的，我就 side job， 就是属于就是社群要维持，那我就现在当然就可以趁小孩去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趁机录。但是像以前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上幼儿园，那就真的就是，不然就是把他带着工作。他总是会有午睡的时间啊，你就要非常会用零碎的时间工作。所以我常说，企业应该要
就是要聘用那些当过妈妈的人，因为他太会时间利用了。时间管理大师是吧？对，因为小孩一起来，你就没有办法自由了嘛，所以你得在趁他休息的时候或在哪儿的时候，你就得赶紧回复啦，做事情啦，煮饭啦。早餐我准备，中餐可能不见得他们在学校，晚餐就是我自己煮。哎呦，所以还得煮3餐。2个儿子。2个儿子。现在多大了？一个7岁，一个5岁了，就7年啊，真的是。哎呦，7年，你走的那一年就就生了，跟你做完节目怀孕就走了，跟我没关系，跟我没什么这。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爱，也就是说关系。我到芬兰以后，我最常想的事情就是关系，因为我有孩子了嘛。然后我变成比较独立的一个人，就是你想依赖也没有朋友依赖的时候，我就在想关系这件事情。芬兰从小就让你独立，不只说让妈妈独立，说我给你这个补助，对吧？他连小孩你失业啦什么都是国家补助，你失业的求助不是去找你妈要钱，说妈我今天没有我们找不到工作，你会养我？不是，你就直接去社会局说我找不到工作，然后社会局来说好，那你的志向是什么？我们来帮你培训，然后呢，我现在先发你钱。然后让你可以先租个起码的房子，他不是让你回家住哦，他叫你在外面租个房子，当然不是租很好的，但是起码让你有基本的吃住以后，他觉得你才有办法继续在外面找工作，找到你的所想，是吧？所以他们的一切是想到的是政府，不是父母。同样的，父母到了老了以后，他需要人家帮忙了，他不会想到是把孩子带回家照顾他，他想到的是去找政府。政府，我有没有养老？有养老的补助吧，对吧？就像我们的五险一金一样，对吧？开始领钱，领完钱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想说，那我需要有人来看我。那社会局就开始说，好，我找护士来看你，你要吃药打针干嘛？甚至散步都可以安排。我就多久来看你一次，带你去散步。所以呢，所有人都可以一个人生活，不管你几岁。哦，当然小孩不算啊，是都可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有趣了，他们的关系呢，不像我们家庭关系这么紧密，我必须要承认。但是当他们的关系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孩子跟父母像我到的这个年龄，他们还愿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这就是 pure love， 就是说。这就是真的爱啊！我跟你之间没有金钱，是吧？我就是真的爱你，我真的喜欢你，我喜欢跟你在一起，所以我才回来看你。那你也喜欢跟我在一起，所以你来。我朋友甚至他那个父母独立到什么地步？他要出差4天而已，孩子没人照顾，孩子就找父母来照顾。他父母从芬兰中部下来，结果照顾2天以后呢，他父母说。另外2天我要去小木屋，芬兰人很爱去小木屋，是夏日小木屋，我要去小木屋待着，没有事啊，不是什么特别急的事。这另外2天你找保姆，就走了。听着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但是有点你知道，就是这个他山之石啊，他有时候不一定能攻玉，因为呢，你看。就是那边人那么少，对不对？而且他这个社会发展那么多年，这就是他说这种模式是咱们就所谓北欧的高福利下的模式。但是我相信肯定也有那儿的问题，比如说也比自杀率也比较高什么的，对不对？的确，他们因为跟家庭就没有那么和谐嘛，不是和谐就紧密嘛，所以的确他们也会觉得我有事要找的是，就像我说是政府，我不会找家人、亲朋好友帮助。不善于表达，我觉得跟中国情况太不一样了。中国这么多的人口，而且你像中国说养老，甭管你有没有条件，目前90%的老人都是居家养老。就是你可以跟他们推销说哪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是政府管，都是养老。我跟你说，它不可能的，就是跟文化、历史、这个国情，这个太有关系了。我现在我自己的养老体会就使我意识到。恐怕我们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维持这个绝大多数人的老人还是居家养老。其实香港也像芬兰这样。真的吗？对呀，香港你没钱了，你就政府给你中援嘛。只是香港总体的钱住房太紧张了，他给你一个人的生活的东西没有像芬兰那么宽裕那么好，近万块啊。有很多人在算的，他是有些这个比较贫穷的家庭，一家4个人拿中援，好过他找工作。
芬兰也是有这种情况，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啊，这个真的是世界在变化，包括这个包括西方其实也在变化。我最近看那几个数字啊，这个数字我好怀疑，以至于我怀疑这个数字是不是真的，但好像这个数字也是很权威的。你能想象吗？国际劳工组织发布，就2020年，现在可能更严重了，就2020年世界青年就业趋势啊，全球13亿青年人当中，约有多少不上班了？2.67亿，比例很多。2.67亿依靠父母照顾及经济支援。然后呢，这个2023年，美国一项针对 Z 世代的问卷调查显示。什么叫 Z 世代？你知道吗？是1995年到2010，你看还是妈妈清楚是吧？的65%的 Z 世代和74%的00后认为，他们在财务上的进程是远远落后于他们父母一代的。你明白吗？就是说，我们原来老觉得说孩子懒，不肯吃苦，但是现在你像深圳很多年轻人就说，你们才是享受了经济发展上行红利的那一代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干的就是比父母更苦啊，工作时间更长啊，但是挣不到那么多钱了。就是说，你看这是世界性的，他们认为财务上的进程远远落后于父母一代，他们当中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也比过去高了不少。好，北京大学的一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啃老比例，我不能相信这个数字，就说这个啃老比例从2010年的不足2%跃升至2018年的40%以上。40？我觉得他对啃老这个定义大概有点问题，就是子东老师，你现在给女儿钱吗？家辉，你给女儿钱吗？我没给女儿钱，但是我记住哪个电影里有这么一句话，女儿说的：“你珍惜吧，我们还问你要钱。”对呀，真的，我女儿问我要钱，我要珍惜这个机会，对不对？这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不就是大学一毕业，上大学的时候，父母供的就很困难了。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中国人现在绝大部分的家庭的财产的来源是房子，而房子呢，只有父母这一代，就是现在40、50岁以上的这一代人，他们在这个转换期里获得了房子，而现在的青年人，30岁以下的青年人，完全靠自己的收入要买房子，非常的困难。因此，房子的财产成为家庭的主要财产以后，子女一辈超不过父母。对，是啊，超不过父母。你再努力，没有父母有钱，你就算你的人工很高，你也不一定能超过父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40%的这个，但更大的情况是值得焦虑的，就是你刚才前面讲的。我最近有一个法国的朋友回来，他是唯一的在欧洲的大学里做行政高层的亚洲人啊，或者说华人哈。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欧洲的年轻人觉得明天不会更好了，他说90年代以后，他90年代以后，欧洲的青年人觉得他不会想世界20年以后会不会更好，但是他会想，我不会像我父母这样生活了，我不能像他们这样的房子，他们不是发财的人，我懂，不是做生意的人。他们可能也是做一个专业，读了大学出来，到他们50、60岁的时候，他们一般来说有2个房子，在市区有一个，在郊外有一个等等。可是年轻的现在的20、30岁的青年人觉得，我到老的时候得不到这么个情况，我也没有这个奢侈可以把其中的一栋房子交给我的子女，你2个儿子等着你，你想想看，你比你的父母生活的要好，但是你想想看，你怎么将来小孩能期望像你们这样生活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又婷，我就问你，你看啊，咱们的孩子不是你跟铁人的我就说咱们不是你跟铁人的这个孩子这么可爱，7岁5岁，对，当然咱先别说北欧这个条件，假如说是在中国啊，那么
人家看铁人工作也挺好的，挣钱也挺多的，你们也有房产，你们也有积蓄，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了，他挣的钱只能让他过一个比如说比较一般的生活。那么比如说他想进一步追求理想，想接着上学，或者哪怕就是想飘那么几年，哪怕到了30岁，但是你们明明又供得起他，你们供吗？供啊。供父母。刚才总老师说，我不见得留一个房子给我儿子，对不对？的确，我也跟铁人讨论过，就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的父母说，哦，给你一个房子，但是呢，我要给他有选择的机会。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说我今天说我要个房子，我可能给不了。但你如果跟我讲说这个钱少一点点，我想出国念书，或者是我想要飘个几年，只要你不在家。我就希望我现在开始的努力是希望可以让你有选择的机会。他照理说应该自己创造这个机会，对吧？你自己供你自己啊，或什么。但我觉得，所以我刚才说，啃老某部分你依照你本来的基础往上再建造，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事情。但是你说完全依附在这里面，那我觉得这不可以。就是他如果说回来当照顾我，我不要。我有了小孩以后，我念了心理学。他们有了小孩念心理学，心理出问题了，有了小孩是吧？因为你知道我超怕，我有一天，因为父母是这样对吧？这个爱很浓厚，可是你却有没有想好，给这么多的爱，有一天是要让他走的，对吧？而且他最好头也不回，就像展翅高飞的鸟，对吧？就像你当年离开我们，对，就不回头不眷恋，这才是成功的教育，是吧？那你想这个割舍。一定痛的吧？我不希望用我的眼泪或我的到时候的心理的不健全，然后呢，让他觉得有愧疚感，说我不应该离走，我不应该飞走，我不应该去那么远，我应该要一直回家看看。没有啊，我的感觉就是我要把我自己独立好，然后呢，让你飞得很舒服，是吧？所以这我说我念的心理学。那你如果要回来看，那我就刚才我说的，没有金钱的问题，就是纯粹就是要有个很干净的关系。你是真心觉得我们这个家有带给你精神上的快乐跟精神上的支持，你想回来，那我们绝对欢迎。他如果不想工作呢？你会一直支持他吗？所以我们现在要培养的价值观就是，你知道，我住到27岁我才离开去香港。住这之前，我不觉得一个女孩子在家里面住到27岁有什么问题，我又没有结婚。可是我到了香港，我到了现在到国外，人家听到我27岁以前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可置信，说怎么住这么久啊？27岁我还不是21、22岁是吧？然后我就说这有什么问题？在亚洲很正常。他们说，但是如果你不离开，就是鸟不飞出巢，你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不知道自身的实力。也就是说，这些在家里的孩子他很舒服，然后爸妈就各取所需嘛，对吧？可是我觉得你会忘记你自己的能力，你会没有试炼的机会。你有能力了，你其实才敢有下一个家。没有，现在很多全职子女啊，面对的问题是说，我出去，我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有我锻炼的机会，有我发挥的机会，我没有啊。从他们的想法，我懂，我受苦啊，被老板骂996什么的，拿低工资，还有跟前一个 generation 前一个代世代不一样，是说现在过去10多年进入所谓的风险社会嘛，对，以前的路大概有个工作，有个进入一个领域，大概可以赚到多少钱到什么阶段？现在没有啊，经常每3年4年来一个什么风暴，你的经济崩溃什么他们面对种种，往往他有90%的机会出去工作了几年，整个人的性格比你还扭曲，对不对？你说你去看心理看心理医生看心理学你去读心理学他们扭曲，更别说身体的折腾那是很苦啊，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困难。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假如你父母亲有这个能力，
让他减轻子女的困难，我个人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这个真的是，我就觉得啊，这好的出路真的不多。对啊，就觉得是进亦忧啊，退亦忧。我现在看到一些报道啊，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哎呀，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他们那个当代画里边那种特别孤独的，应该是在北欧的旷野上，那么一个小男孩，好像彷徨无依，在家做全职子女的哈。其实主要还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这是个最大的问题。没有人真的，或者说很少人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长久之计。但是呢，你看他就有一句话，他说，与其在外边给老板不靠谱那老板 PUA， 还不如给父母 PUA 呢。但是我就觉得，难道他们不是被这个 PUA， 就是被那个 PUA？ 你知道拿父母钱，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人性啊深处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你没拿父母钱，父母叨叨你啊是一个分寸；你拿了父母钱，或者说他供养你，或者他给你房贷，他叨叨你的时候啊，他那个这个量级啊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对吧？你要哪？所以有些那个年轻人就是说发誓我再也不要他的钱了，我再也不拿他的钱了，但是最后下个月还是拿了，拿钱的时候很不好受哎。很多父母拿钱的时候就开始叨叨了，你怎么还不找男朋友啊？你什么我们老了，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留个孩子啊，弄个孙子啊，然后你整天在外边飘着，你这叫干什么呢？你可以不听，但是你一手又要拿着他的钱，但是一手呢，他天天这么数落你，哎呦，我一想这孩子这年轻人啊，真的好。可是很多你住在家里，就是父母的经济，你在他当中庇护，跟你刚才讲的父母帮你付这个房子的贷款，我觉得那是两回事情。支持贷款其实也是帮助子女的自立，而且这个是清清楚楚，而且目的是为了防止将来会增值，你将来会有财产，跟你躲在家里不出去，回避世上的这些纷争是不一样的。想穿了哈，我们其实人生啊就是两种货币，一个货币就是钱了，还有一个货币是什么？时间。人回头看自己的中年时期、青年时期，如果有什么事情最后悔的，就是你看地铁满大街的人，都是用自己的时间来换取可怜的一点维持生存的钱。是啊，所以这么回头看的时候，就是我完全同意你们刚才讲那个价值观。父母希望子女成功，希望子女自立，希望你坚强，这也值得我来支持你等等的。但是抽象一点，从哲学上来讲，如果你做的事情不是出于兴趣，不是出于意义，而只是出于利益的话，那就是用你的时间在换钱，能避免就避免。给子东里面有一个吊诡哈，很难去证明的。什么样呢？所谓的意义哈，要找到工作的意义、自己兴趣等等。有时候你就是必须要再说抽象一点哈，就是要吃苦里面再摸索出来的。对，你很难说好，佑廷，我今天支持你2年。你在家想到一个我要做什么，我的兴趣在哪里，能力在哪里，精算了一轮，然后我好了，够了，2年了，我出去，很难的。我们是工作过了几十年的人都知道，你永远是第一步，没想到会把你带到第2步，然后第2步带到第3步。我经常这样跟年轻人说哈，他们说马老师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哈，这个工作要不要接？我都提醒他们。往往是你要看这个工作有没有机会把你带到第2步，其他的工作。而当然我也是唱高调哈，许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的，有时候你来了就来了，第一个工作你就做吧，可能的确在外面会被 PUA， 会996，薪水不高，可是在里面你发现了你的才能在哪里，你也学到才能，然后你也找到机会。做了10个月的很无聊的工作，
到了第10个月的01天啊，突然碰到一个工作伙伴啊，又提，我从他身上学的很多，他也谈了一个要发展一个项目，然后找我去合作。你 never know， 你永远不知道。他这个很 positive，很积极的一个人生观，就是说你不能单纯的讲我有没有兴趣，不能单纯的讲我做的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可能看上去我又没有兴趣，我又没有意义，这个事情好像我只是为了一点钱来做这个事情，但它可能变成意义。比方说我在电影院里边做售票员，对不对？收了10个月以后，我会写短篇小说了。你真的不知道，这个人生是一个累积，我都相信。从我离开27岁离开家到香港，大概是我就是在香港呈现我到目前回头看都是最低的时候，但没有那个香港是你的低洼地，真的是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把我们当成什么？那我们是你人生的低谷吗？真的没有，但就是真的就是投诉母公司啊。对，但就是说我碰到了最低的时候，然后呢，我现在回头看，真心觉得没有这一切，人生要有故事才精彩，是吧？那你的故事不可能永远都是高的，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出来走。然后一定要碰到低的东西，打游戏过关就是破关一样嘛。这个你在游戏里面，你觉得那个死掉了以后，你明天再开机，它又重新活一样，满血复活，满血复活可以的，一切就是一个想法而已。佑廷用打游戏这个比喻很好，打游戏说到你的爱好了。打游戏里面有一个关键啊，解锁，对啊，解锁又把这个能力什么武器解锁。你很难坐在一个地方，就比方说家里突然成就解锁、能力解锁、理想解锁，很难的。你一定是在碰碰撞撞里面，甚至在你所谓低谷的时候，很困难要枯竭的时候，那某个部分能够解锁。可是谈到全职子女这个啊，我们别忘记。还有好大一群人想当全职子女，也没有方法，没有能力，没有这样的父母啊，没有条件。那我听一些年轻朋友说，这两个群体啊，其实有一些不低的矛盾的。像看到我的朋友，佑廷我的闺蜜回去当全职子女，我也想啊 ，OK， 我也想啊，我没有啊，我爸妈没钱，我还要赚钱。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抱怨也是凡尔赛。对，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抱怨也说明了这个社会财富在增加呀。你还别说，从某种绝对的意义上讲，比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说是不是？大家吃穿不用愁的比率高多了。中国不是解决贫困问题了吗？对吗？那么就是像上次马爷讲的，你回家吃饭就是多双筷子。像日本有一个概念叫单身寄居族，指的这一类人就是说，他也不想结婚，但是呢，跟父母就住在一起，平常主要的生活花费就靠父母，自己打点工吧，就是自己零花钱。在日本很多人这样，他过一辈子，那么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跟父母就是共生，你知道吗？现在甚至有的这个父母亲也挺有意思的。我不想让我孩子出去吃苦，那就是说你愿意出去工作你就出去工作，你在我这儿待着，对吧？我的退休金能养你啊，给他一个选择嘛。可是涛哥里面啊，除了说我说两个群体有些矛盾，有些嫉妒啊，爱羡慕嫉妒恨啊。对。那另外我们要注意哈，所谓共生家庭啊，有不同的生活的方式啊，它可以一起，不仅是你替我当家务助理啊。我可以一起来计划某些事情啊，特别现在网络年代，我认识香港啊，可能香港的生活太艰难了，都想办法赚钱。有些家庭也是小孩住在家里一起，他们开网店，蛮好玩的啊，批发找一些小东西来。是。爸妈跟子女，爸妈不懂那个运作平台，可是有本钱啊，子女懂啊。你与其在家里当我的全职子女。你要不要兼差啊？你看，你全职是当我子女，可是你兼差是我们来合作，当我的事业伙伴。我们弄个小网店，我付成本。那还有很多香港家庭是干嘛呢？子女在家帮忙爸妈炒股票，
炒房，你知道吗？你有空啊，爸妈没有空啊，你有空每天去睇樓啊。香港人最愛的活動嘛，睇樓看樓啊。每天去看樓盤上網，这现在的形势，那爸媽肯定对子女說：“先休息吧，唔使去睇樓了。”現在的房地產炒不了，炒其他的，休息一下吧。哎，這個好玩啊！子東說的對，因為香港這2年啊，房地產低迷嘛，大家總要投資賺錢啊，幹什麼呢？很好玩，找銀行定期存款，因為每家銀行的利率不一樣。而且每天在變，每天在變。哎，你小孩替我看着，每天替我比價。哎，原來今天 A 銀行高了，從3.6變3.7，2個月定期，馬上告訴我，我就把另外那筆錢調過來。哎，明天那個銀行3.8，我要把這個錢調過去。家輝，很好玩的，是好玩，我都玩了。啊，你都玩了，真的，没錯。哪個銀行最好？告訴我一下。我跟你講，香港呢，我的香港這個還真賺了一些這個利息，也是銀行的這個財務經理跟我說的。就是說，比如說你把這個錢呢轉成英鎊，英鎊這2個月呢，這個利息啊，好像就比你這個是港幣啊，怎麼反正就高，咱也不懂。對。那反正明年利息高嘛，我就存了一點，後來發現還真的是，但是它都是短期的，對，就1個月2個月。你知道，我一看見這招不錯呀，基本上好像財務自由在望了，對吧？我說我以後不工作了，我就倒騰這個不也挺好嗎？就每天哐，於是那天我下了個狠心，是吧？然後。我就哐把這個錢巨款投入，但是你知道，因為咱們天天工作啊，這個腦子啊，早就忘了，早就忘了。然後呢，一進去後來忘了拿出來了。有一天我一查我那個戶口啊，只有幾塊錢啊，怎麼會？就儲蓄戶口啊，我就嚇得我，你知道我至少獲得了一次這個經歷，就是說你有沒有想經歷過你在銀行裡的錢？血本變成0了，哇！我一下子腦子裡就覺得這怎麼辦？然後給那個銀行打電話，我就說這發生咩事啊？什麼都說不清楚。好，我這個一天我這個精神呢就處於，我覺得大白天呢，我覺得天都黑了，真的，我覺得我的眼前都黑了，我就下一個生活。快點講結局嘛，太緊張了。結局就是我把這個原來儲蓄戶的錢全部存到那個1個月的那個裡面去了。換了一個賬戶，都我不太懂這個，但是你查那儲蓄戶口，就沒了，你知道嗎？就這個事情就說明我是個土鳖，就這個事情就說明我是個土鳖，早就意識到這個，嚇了一跳。他們的策略是把別的銀行的錢吸引到這裡來，所以給你3個月很高的利息。新的錢過了3個月，你得及時的再去轉回去。你忙不忙啊？就現在越來越健忘了，你知道嗎？2個月前那個事兒你根本忘光了啊！又是凡爾賽了，一筆巨款還可以忘光。那時候我後半生養老就靠這個底兒了。我以為碰見什麼那個詐騙集團了，你知道嗎？那是你貴人是忙，我很多朋友，包括我，很 enjoy， 很享受這樣。他問我，你家輝最近忙什麼？我說忙填表啊，填表格，每天把這個錢調到那邊，然後調到那邊，我覺得非常快樂啊，好像我賺到了。你的銀行把我吃定了那麼多年，以前的利率很低嘛，是這2年才高嘛。終於老子要把你吃回來了，這邊3.8，那邊3.85，又填個表，3.85、3.9填個表，非常快樂。芬蘭的子女跟父母的經濟關係是怎麼樣？我就是說就不相干。本來是很不相干，本來，但是最近這1-2年呢，我就是因為全球經濟真的都不好，所以他們最近的新聞上面呢，是不停的在講說，芬蘭孩子必須要靠父母才有房子了。但是這是這2年的，大家上新聞哦，就表示說是新事是吧？就是說過去的很快會變成普世價值觀的。對。但是我覺得有趣的是，他們寫出來到最後的結論是什麼？政府你趕快想辦法。芬蘭的房子呢，不是你想買就買，你想住就住。他們很多地方在一個社區裡面，它可能會某一個樓是只租給藝術家，只賣給藝術家。你要有音樂學院啊，或者是表演的證明啊，你才可以去買那一棟樓。然後有一層樓，一棟樓裡面呢，那個區是好區哦。一層樓裡面呢，可能有幾層是只能留給
多少收入以下的人去买的，然后它的房价呢不能用市价，就是用跟那个艺术家的楼不是同一个楼了。不同楼，艺术家就是艺术家，然后但是它就是你如果放大，就是如果有个那个空拍机的话去看，你会感觉它是在规划的时候就希望把不同的人混合在里面。所以你也不会知道哪一个你不会走过去说啊，这个就是穷人住的是吧？不会。然后呢，然后他要让有钱人也住到这里来，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人跟社区有连结以后，你就会投入。你认同了以后，你就想建造，或是你的孩子，有钱人的孩子好，我们说资源比较好，他会有比较好的发展，他会带动旁边的小孩，因为你们一起在同个学校玩，是吧？所以他就意思是说，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一起互相提升。徐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是个大哉问，哲学问题啊。精神独立是不是前提必须要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独立，是不是不可能有精神独立？当然会有少数例外，但是大的来讲，应该是这样。那哪一个要先独立啊？哪一个独立才会带来下一个独立？一般认为没有经济独立，无法精神独立吗？不可能有精神独立。对，你觉得呢？但这个独立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么多，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标弄得很高，就是例如说有房啦，或者是说有一定的收入的价钱啦。但是如果我们刚刚说芬兰政府好像给很多钱，他给的是非常基本的，也就是说他不会让你有多零花钱了。我刚才就想问，做母亲的能收入多少？对，第一个母亲，第一个母亲加起来，第一个孩子不是第一个母亲，第一次做母亲600欧左右，一个月吗？一个月600欧，那等于差不多5000港币，5、6千块钱吧。对，哎，不错了，可以多生几个就多一个会再多。但也不会说600欧第二个变1200欧，不是这种加法，对啊，不是说生10个就6万，没有，不是。又停，跟铁人每天忙着就干一件事就行了。欧洲人看到你中国这套算法，真是不是这样子，它很多细节，对，所以倒不是。它是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父母资助这个子女，我其实真是觉得，大家说什么经济下行了，我真是善于忆苦思甜。我觉得毕竟还是说啊，就是父母手里有点余钱了。这跟我父母那个时候大学一个学期可能就给我一个月还是一个学期给我50块钱，都就是月都不够吃的。那完全不一样。你看那天我碰见我一个夫妻俩，我就发现现在这个妈妈呀。为这个孩子打算的，就跟我讲说，你看我老公一个月几万块钱，我又每个月拿出几千块钱给我孩子买了这个保险了。然后我老公说要投资一个什么房产，我就跟他说，你就以后要写上什么孩子的名字啊，什么什么的。他说我最近逼着我老公连遗嘱都写了，是吧？不能留给你父母啊，留给咱们孩子，担心遗产税。对，说留给咱们孩子，我觉得这妈妈可以为孩子操心。后来那个老公说，将来我不能不管我父母啊，对吧？他说你最多写一句，就是说父母经济有困难，就是咱们孩子这个可以帮助。反正就给我唠叨这些事儿，挺逗的。我就意识到啊，我说你看，哪怕你们就中等收入之家吧，我说要按照妈妈这么精打细算为孩子，其实你的孩子只要不奢侈啊。他的打算连孩子的恨不能养老保险，说多少年什么之后买的一种，我孩子每个月就可以从银行领多少钱，我就开始想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他孩子是可以不工作的，只要不奢侈，一辈子可以不工作了，靠着父母给自己安排的这个财务可以，但他不会快乐吧？这就是关键的，我就说这个，我就说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你从这个数据上看。实际上跟咱们那个时候真不同，就是多多少少接受父母资助的，这个不在少。年代不一样嘛。假如讲我们的年龄层，经过那个经济发展的岁月，多少都有累积起来嘛。我们有财富了，某程度财富，你从子女的角度看，不是说要共享吗？就什么，对不对？生孩子为什么？我也有个共享单车，共享我们要富裕吗？共同富裕，这父亲好。对，那不要小孩的角度啊，小孩的角度，你们有啊？我现在不是要你全部的钱啊，
我那个在外面遭受我们刚说种种的困难，那我现在有困难啊，我也真的不一定5年10年就靠你。那共享也是可以的，问题是共享之后要做什么？像我有个朋友，他家庭小孩也是主要依靠家里，可是他小孩负起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觉得非常好的，规划他们每年的全家去旅行，一年大概出去2、3趟。去那些比较难去的地方，小孩规划行程、订机票、酒店，那让父母亲也能够享受，在工作忙碌以外呢，能够享受一个很快乐的旅程。哈，这种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你生命有一段时间，是这样非常不错。还有一个家庭是干嘛呢？小孩负责餐饮美食啊，规划美食。哎，我们这个周末去哪里？尝哪个餐厅？吃什么菜？什么菜？也让没有那种知识的、没有那种时间去规划的父母，能够把生命充实过来。所以小孩啊，拿你的工资不是白拿的，给父母带回来一个颇为丰富美好的生活。所以重点啊，除了说什么老是说子女应不应该工作还是在家拿钱，父母应不应该宠坏等等，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处境。重点是，好吧，你在那些条件下面，你能不能充分利用来丰富你们2代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更大，而反而被忽略。现在我们比较多的讲的是从父母，其实从父母的角度，只要我有这个钱，你不把我的银行搞到0，你们爱怎么就怎么，给自己的小孩花，那有什么？但是问题是，对于年轻一代，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仔细回想哈，年轻的时候你怎么看自己的父母，怎么评价自己的父母，会影响年轻一代对社会的基本看法，真的会影响他的基本的世界观。最近几十年呢，文学里边的主人公呢，很多都是小男孩，他们对父亲的这个态度啊变了。简单的概括就是怜父，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是靠父母靠不到啊，他们的父母很可怜呐，而且他们觉得他们的父母忠诚，辛苦，很朴实。所以我发现一条线索，就是小说也是，现实生活中是，你怎么评判你的父亲，基本上你就是这个青年自己的世界观。是的，没错，就是你的父亲是被社会冤枉的。我们常常，我回想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当父亲可怜的时候，我们那当初不是可怜啊，当初我们就怪啊，你怎么这么没用？你怎么这个时候你站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你明明可以有高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过了若干年，过了多少年，发现自己在重蹈覆辙，自己在走父亲的路。才知道敬重自己的可怜的父亲，敬重自己可怜的父亲，这是年轻人的正面的世界观。这个讲得很深呢，这个讲得很深。和你现在在家里多待2年的这个情况有一点联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还有你在家里多待2年，你是自愿的选择，也就是说真的是各取所需，然后开心的待2年，这样就会有王老师说的，可能甚至有新的创造跟无限可能。但如果是变成相怨在家，我不得不用外面好讨厌，我回家只能靠你，然后妈妈也就是你知道给的也给不开心，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新的家庭矛盾。我发觉我跟我妈妈，我就搬出来以后这个家庭关系变好很多，是吧？是吗？因为一有距离，一切就我越来越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然后就是你是跟你妈母女之交淡如水是吗？因为你以前太紧密啦，你就几点回家他都要知道，穿什么衣服他都要指示，是吧？然后对你就算11点59分，他也会出来说。你不是说12点到家吗？我说现在是59分，你一定要掐着点吗？然后就跑去睡。那你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句话，每天的日常就这么一些小东西，你就发觉你根本忍不。他对华人社会的温情啊有小小抵制。不是很多，他这个年龄的女孩都这样。哎，你觉得妈妈是为什么？她是
他是怕女儿吃亏，就担心在外头对对晚回家什么吃亏，有很多担心嘛。所以刚才您说经济独立才能精神独立，但是我刚刚一直想，真的吗？真的吗？因为我现在给我的孩子，我真的不是说要他经济独立，我真的我学心理学充实自己什么，我就是希望他精神独立，因为我觉得唯有精神独立的孩子，他没有才能经济独立，对，是吗？他才能够抵挡住外面所有的挫折，觉得自己还是很有用的。然后我不会躲回去，我可以躲，但我不会躲一辈子，我会躲一下，疗伤一下，就像你说满血复活，我再出发吧。所以我要他的是经济独对，精神独立。哎，他这个思路也很有意思。是没有精神独立啊，你的经济独立最终也不能独立，就是你的人格也不能真的独立，因为你就靠在那个金钱的独立呢是很数目上了。重要，但是精神独立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你的经济上要求不能太高。商事里边鲁迅讲什么？爱情要有所复利的，是吧？对，那个齐王里那段讲的最好。他说我们为棋不为生。它里面有一个很矛盾的，第一个就是讲王医生下棋啊，说他下了棋就不用吃饭，他说不对，王医生说我饭还是要吃的，他的吃饭是非常讲究的，但是人家说那你为棋不为生，这个你就追求棋啊，你为什么追求棋？他就说那你生不可太盛，就是反过来讲你的情况，就是说你小孩要有主见。但是这个主见就得你不能太奢侈，你不能在经济上要求太高，因为在经济上要求太高的话，你很难坚持你的精神。对，你就讲，对不起，我正好插他，我就说，你说这棋王就阿成写的哈，我就老重复这个话，因为我一直到今天我就体会阿成讲这个话，好多年前我们在一起吃饭，因为我就说我要挣钱，怎么着的，他说反正吧，你挣的钱越多，你为这份钱搭出去的自由就有多少，就是这笔账啊，你自己算，对吧？你后来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啊，就是你不少挣钱呢，就自在些，但是呢，你想多挣钱呢，你就得接受更多的束缚，这是个智理。4个字讲完，无欲则刚嘛，有欲则软嘛。对，我们也做不到无欲。对，但是就是不要欲太盛，就是这因样。为你精神一独立，你的价值观就多元了。就说我这又是个新观点，有意思。精神一独立，你的价值观就多元。你不以赚钱为唯一的这个好坏的取向了。对，不管今天社会主流是什么，你就会有自己的，就算很有主见嘛。所以我现在给他的精神独立的感觉，我希望的啊，我的理想中，就是说，人家才说好儿子的定义是什么？我说我没有好儿子的定义，因为你有好儿子，你就是给他了一个期许，他没有选，是你让他来到这世界，不是他选择来这世界，所以没有什么养儿防老这件事情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给他一个，就这个紧箍咒，他。